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特別看到的是主導着第一島鏈的美國，現在呢聯合了幾個國家一起來建成所謂的這個飛彈的一個部署系統。那加入的國家，它拉的國家除了日本之外，還有菲律賓。第一島鏈現在全面上膛，成為了一個飛彈網。擋得住中俄的超高音速武器嗎？另外，北京現在則是要反擊，目標直指的就是關島以東。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的做一次全面的關注。我們今天要特別來關注到是美軍現在在亞太地區這邊逐漸的後撤，但是它也持續的加強在第一島鏈這邊的部署，要這些國家自己自立自強，強化起來。所以現在有來自於台灣的這個國安局最新的報告指出，美國接下來會當做一個主導者，聯合幾個國家，包括了日本、台灣跟菲律賓，建構第一島鏈的飛彈網。好，在這第一島鏈的飛彈網上面有什麼樣飛彈的部署呢？今天帶觀眾朋友特別來看到，首先我們看到的是美軍在這邊的部署，接着我們會看到日本跟菲律賓在這邊又各自有什麼樣的部署計劃。美軍在這邊除了放它的提豐中程飛彈之外，還有它的反艦飛彈系統。它的提豐是放在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紫色圈圈的地方，那麼它的這個反艦飛彈系統呢，則是放在藍色圈圈圈起來的地方，包括了這個宮古島、沖繩跟石垣島、菲國的巴丹島等等的地方。接下來我們看到日本同樣在第一島鏈這邊也有新的規劃，放的是900公里這個射程的島嶼防衛滑翔彈，是在紅色圈圈圈起來的地方，就是日本部署的。接下來在菲律賓這邊也有所規劃，做的就是布拉莫斯的反艦飛彈，綠色的這個圈圈圈起來，等於說第一島鏈整個已經成型了它的飛彈網。好，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壓力，我們來看看學者怎麼看這樣子的一個飛彈網第一島鏈的事情呢？首先，林穎佑教授他是這樣說的：這已經不是傳統的圍堵了，是離岸制衡2.0，也是以陸制海的一個新型戰略。也有研究員，這是國防院的研究員，他這樣認為。他說，解放軍的目標早就已經不是近海的防衛了，是達到一個遠洋。真正的戰略就是要把美軍擠出第一島鏈，因為他知道在這邊第一島鏈，他們接下來要特別關注的就是要整個壓縮到關島跟關島以東部的地區。這時候美軍呢，同樣也在這個武器上面不斷的升級。美軍談了非常久，吹了非常久的第一款極音速武器，終於正式的亮相了嗎？這個是暗鷹飛彈，速度5馬赫，射程高達了3500公里。但是呢，美軍這邊也特別說暗示了，如果部署在關島的話，是可以直接打擊到中國大陸的本土的。但有沒有缺點？根據了解，它有2個缺點。第一個就是目前看起來它的威力還是不夠的，因為它沒有辦法跟中俄的極音速武器相比，它的這個暗鷹的彈頭比較小，可以攜帶的炸藥不到13.6公斤。第二件事情就是暗鷹到目前為止還是產能相当的不夠的，每個月目前只能產1枚1發，未來它目標是1個月可以達到2發，但是還是遠遠的落後於大陸。所以就暗鷹這個武器能不能成為它的改變戰局的王牌？如果把它部署在關島，能夠撐起第一島鏈防線嗎？張將軍怎麼看？我認為單一武器並沒有辦法改變戰場的這種優劣勢，因為它只是單一武器只能做點綴式，尤其這個高超音速的導彈。那這個暗鷹呢？我認為它有3大短板。第一個，它的炸藥當量小，你這個30磅啊。大概就是我們講的14公斤，你這個彈頭太薄弱了，你對重要的軍事堡壘、軍事要塞，你可能達到的摧毀的效果是有限。就算是這個攔截不到，你已經到達5倍音速了，可能並沒有辦法攔截到這個我們講的暗鷹。但是問題是，它就算是命中目標所造成的破壞的效果，畢竟是有限。我認為這是它的短板。這個炸藥當量太小，你只能做小規模的襲擾，並沒有辦法做真正對要塞堡壘的摧毀。我認為這是個關鍵，在打仗的時候你要摧毀，而不是襲擾而已。是。第二個是數量太小，產能太弱。你產能一弱啊，我認為啊，這個真的是要開戰正面衝突的話，暗鷹啊，它1天就要用500發。你現在我們講的1個月1發，你1年12發，你要生產多少年啊？這是大量的消耗，因為大量的火力。在打仗的時候是大量的使用，是這個樣，那你變成產能太弱，那這個是決定性的火力嗎？如果是的話，
那你的產能太弱，把你給拘束住了，沒有辦法發揮重大的戰術效果，沒有戰術效果，那你會有戰略成果嗎？更不可能有戰略成果。我認為第二大短板，第三大短板，我認為是關島的戰力保存的問題。關島是550平方公里，但是它的1/4是軍事地理，1/4，但是還是小了。你這個地方很容易被人家抓到，你被人家部署的時候，被人家抓到的時候，你攻擊人家，人家也攻擊你啊。那你怎麼辦？你也被摧毀。為什麼？你腹地小，就是只能部署在這幾個地方。這幾個地方在現在的勤監偵的裝備，包含從這個空中還有太空看得一清二楚。你怎麼樣要不會被人家抓到？我覺得這個就是問題了。所以我們這樣來看的話，它這個暗鷹出來，並沒有辦法達成一個對戰場的這種重大的轉變，因為你雖然可以說我的射程是3000公里，可以達到大陸的東岸的沿海，沒有問題。但是問題是它3個短板沒有辦法克服，所能夠發揮的這個戰略價值跟戰術的價值是有限的。好，現在聽起來，這個美國的暗鷹聽起來會是變成一個笑話，因為每個月現在看起來只能生產1發，真的是遠遠的太慢了，遠遠不足中國大陸。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會來特別看到剛剛畫出的這一條線嘛，就是整個第一島鏈建起的這個飛彈網，到底能不能真的有效的封鎖住來自於中國大陸跟俄羅斯它的極音速武器，還是可能變成一個犧牲品？這個第一島鏈由美國主導的，其他國家會跟進一起來。漢庭怎麼看？飛彈排成行，是自尋墳場，美國退2線，走狗擋前方。暗鷹雖亮相，產能卻荒唐。島鏈變斷鏈，誰在做陪葬？到底這所謂第一島鏈還擋不擋得住？我們就看美國自己最愛搞的兵棋推演。首先呢，著名的蘭德公司，它的美中軍力計分卡當中，早就承認，在第一島鏈的對抗，美軍已經失去了絕對的優勢。美國海軍學院的分析更加的直白，大概就在2個月前，他認為解放軍的區域拒止跟反介入的能力已經像鐵桶一般罩住了第一島鏈。所以現在不是美軍能不能圍堵中國的問題，而是美軍的航母和基地在開戰後還能不能活過24小時的問題。現在來談到離岸制衡，這個說好聽點叫做分點式部署，說難聽呢就是化整為零，準備逃命。美軍把重型武器擺在了第2、第3島鏈，只留下輕裝部隊在第一島鏈搞騷擾，甚至還不斷的往後撤。這就是把日本、菲律賓、台灣當成了戰略緩衝的肉盾了。那剛才談到的暗鷹，將軍說的太對了，簡直是軍工業的笑話。第一，它是繡花針般的威力，對吧？這個暗鷹的彈頭攜帶炸藥不過才14公斤，什麼概念呢？就一枚普通的155毫米炮彈炸藥都比它多。所以你花了數千萬美元的一枚導彈，飛了3000公里，最後呢，精準的炸掉了鄰居家的雞窩。這種貧血的打擊力真的是雷聲大雨點小。那再來啊，他可能是要發揮工匠精神嘛，1個月才能產1發。剛才看到都笑了。所以在現代高強度的戰爭當中，他大概半個小時就打完了。你1年才12發，到底要生產幾年呢？所以它頂多叫做昂貴的藝術品啊。至於美國把提風系統搬到了菲律賓，把反艦導彈塞給台灣和日本，美其名呢叫加強防禦，實際上我們都知道是轉嫁風險。誰成為了第一線？當這些導彈架起來的時候，日本的九州、菲律賓的呂宋就變成了雷達屏幕上最亮的紅點。所以美國智庫 CSIS 推演顯示，一旦衝突爆發，第一島鏈上面的盟友基地會遭受到最猛烈的飽和攻擊。美國人呢，死道友不死貧道，讓盟友在前面擋子彈，自己在後方觀摩學習。所以現在呢，不是美國在圍堵中國，是美國在把他的盟友做成防護墊。中國大陸的雷達照射你30分鐘，就能在3分鐘讓你飛彈網灰飛煙滅。好，確實，那我們看到在第一島鏈剛剛特別提到嘛，美國的盟友，那現在最新哦，美國又宣布了，其中之一的盟友就是台灣，他要給台灣軍售是111億美元的一個軍售，這是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他賣些什麼東西，包括了8大裝備，這當中含到包括了這個海馬式，還有自走炮啊，跟這個
托2B與標槍反裝甲飛彈等等，可以做遠程打擊等等的。那國防部對於美方的決定已經說了，表達誠摯的感謝。這個美國所謂的耶誕大禮包是安全保障嗎？還是把台灣綁進美軍的第一島鏈裡面去？會不會變成一個炮灰？楊老師怎麼看？美國這次宣布的軍售111億美元，3500億台幣，大概裡面有一些項目，其實之前賴清德宣布1.25兆的軍購項目裡面，所以就表示說他之前提這個項目的時候，賴清德這邊那有跟美國諮詢過。可是呢，美國為什麼就先把它公布出來？因為我們還沒有說我們要買啊，因為還沒有通過我們的立法院呢，也還沒有付錢呢。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國到現在為止還欠我們6725億台幣的這個裝備，包含66架 F-16V 的戰機啊。那什麼時候交貨？遙遙無期哎。本來應該說12月，這個月12月要做試飛的，那沒有聽到任何的這種行動。那現在又加個3500億，加起來破兆了。所以美國可能會到後來積欠沒有給台灣的軍火破兆台幣，那為什麼急的現在要去做這個宣布？我剛剛講第一個理由可能是在幫賴清德在做支撐，因為他即將可能會面對這個問題，要去國會、立法院尋求支持。第二個呢，他當然很顯然明年要去和大陸領導人習近平見4次面。那最快的時間點可能就是4月份，他會到北京去，所以在這個之前，他先把這個項目給宣布了。宣布之後呢，國會通過大概是1個月的時間，所以他大概都把他的行程跟武器宣布的時間點，都考量過了。但問題是，他這些是屬於8個項目，像是自走炮、海馬式火箭啊、反戰車飛彈、標槍飛彈以及一個比較新的是一個不知道多少數量的無人機，這個無人機的公司的老闆在幾個月前來過台灣，還把他的那個模型贈送給賴清德。所以這個比較是屬於傳統武器項目的，而不是非對稱戰爭項目的。是那增加過去其實已經積欠台灣的這些項目，除了無人機之外，其實都在以前面6700億都有在積欠名單裡面了，它繼續在增加，那天曉得什麼時候過來？那因此我是覺得這裡面真的對台灣的防衛，他強調，如果說自走炮跟海馬式多管火箭能夠增加在跨區台灣的北中南跨區的相互資源能夠有效的達成，我覺得這個不要再作文了，是如此嗎？那同時，這裡面比較有用的是一個戰術任務網絡系統，這個可能是現在台灣目前在用的資料鏈網絡系統的提升，而且可能是跟美軍的這個連結。可是這個也是佔了將近有318億台幣，所以這一套系統可見是蠻大規模的。因此，它能不能夠及時到，能不能夠有效的增加台灣的防禦系統？然後呢，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要做防禦是跟誰比？是跟大陸的解放軍？大陸解放軍的武器的對比如何呢？以及到底台海的維持和平是要3分軍事7分政治，還是7分軍事3分政治？現在看起來賴清德顯然是9分9政治，9分9軍事，那剩下的0.1大概是喊話。所以呢？問題是，如果9分9的軍事的話，你這些夠不夠？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是結果如何。美國這邊基本上其實要台灣出錢，然後呢要你自己救你自己了，因為他的安全戰略報告當中已經說他是戰略退縮了。對，他講得很清楚，《紐約時報》的社論一系列的報道，其實美軍來源根本沒有辦法抵抗解放軍的對抗。光一個福特艦就可能在前往台海戰爭的過程當中被摧毀。的的確確他這麼寫，因此現在賣更多武器給你，然後呢讓你自求多福吧。問題是9分9的軍事能保台灣嗎？你我都了解。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